各位岁月安心站的老朋友，下午好，请看看您手边的手机，我们用它联系家人，查询信息，享受便利，但它真的完全属于我们吗？让我分享2个真实事例。一位老友在家聊起家人的健康问题，次日手机便收到大量相关广告推送。另一位长辈和家人计划旅行，经口头商议，不久后手机就收到了精准的旅行套餐推荐，这难道是巧合？不，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日常对话已被手机听取并转化为数据流向未知的角落。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个人信息若落入诈骗团伙手中，他们便能针对我们的健康状况、家庭计划、财务状况量身定制骗局，让人防不胜防。我们努力守护的家庭安全，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这枚小小的电子伙伴泄露出去。但请不要慌张，问题的根源大多不在于黑客攻击，而在于手机里几个出厂时默认开启的开关。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当一回家庭电工，用几个简单步骤，亲手关掉那些泄露隐私的通道。过程无需任何专业术语，只要您能看清屏幕，点按图标，就能一步一步学会，重新拿回对自己信息的主导权。在咱们开始详细聊之前，张明远想请大家先动动手指，关注一下我们岁月安心站频道，并且在评论区留个言，安心生活。下面请跟我一起开始检查您的手机。第一件大事，也是最根本的一招，咱们先得把手机的数字身份证给作废了。在动手之前，我先给您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为啥这步最关键了。咱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身份证，对吧？有了它，您去办事，人家才知道您是您。手机呢，它在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网络世界里，也有这么一张独一无二的身份证，它的学名叫广告 ID。您用手机搜了啥，看了啥视频，在哪儿吃过饭，买过什么东西，所有这些行为就像脚印一样，全都记在这张数字身份证的名下。那些广告公司就是靠着盯住这张证，才能像影子一样跟着您，精准地猜到您的心思，然后把您想都没想到，甚至刚聊过天的东西变成广告推到您眼前。所以咱们要做的就是擒贼先擒王，直接把这张身份证给它注销了，销毁了。没了这张证，您在网上大部分的动作，在那些公司眼里就变成了无名氏的行为，他们想跟踪，难度可就大得多了。来，现在咱们就拿起手机开始操作。如果您用的是安卓手机，比如三星、OPPO、小米、华为这些牌子，首先请您在手机桌面上找到一个齿轮形状的图案，这个叫设置，点进去。进去之后啊，页面选项可能有点多，您别急，慢慢的用手指在屏幕上向上画，仔细找一个叫做 Google 的选项，它通常有个彩色的 G 字母标志，挺好认的，找到就点进去。进了 Google 的设置页面，您会看到一些跟您账号相关的选项，请您在里面找一个叫做广告的，再点进去。最关键的一步来了，进了广告这个页面，您会清楚地看到2行重要的字，一行是重置广告 ID， 另一行是删除广告 ID。 请您先点一下重置，然后再点删除广告 ID。 当您按下删除的时候，手机可能会弹出一个窗口，问您是不是确定，您别犹豫，就点确定。如果您用的是苹果手机，也就是 iPhone， 那步骤更简单点，同样先找到那个齿轮设置，点进去，然后也是慢慢往下滑，找一个叫做隐私与安全性的选项，点进去。进去之后，您应该能看到一个叫跟踪的选项，点开它。最关键的地方来了，您会看到最上面有一个开关，写着允许 APP 请求跟踪。您看看，它默认通常是打开的开关是绿色的，请您毫不犹豫的把这个开关点一下，让它变成灰色关闭状态。太好了，做到这儿，您就等于在网络世界里给自己披上了一件隐身斗篷，藏起来了一大半。这一步是所有设置里效果最猛、最根本的一招。以后啊，那些公司再想对您玩读心术，可就没那么顺溜了。好，咱们趁热打铁。第2招，关掉手机里那个爱打小报告的功能，让它别再偷偷往外传话。处理完身份证，咱们接下来要收拾手机里头一个特别会装好人的功能。这个功能通常会跟您说，为了改进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体验，我们需要您同意我们收集手机的诊断数据。这话说的挺冠冕堂皇，对吧？好像咱们同意了，就是在帮他们做好事，造福后来的用户。可您仔细品品，啥叫诊断数据？说直白点，就是您每天怎么玩手机的流水账日记，您哪个软件用的最勤，哪个游戏玩的最久，在哪个角落信号老是断，甚至哪个软件突然卡住闪退了，这些鸡毛蒜皮零零碎碎的事儿，他全都偷偷记在小本本上，
然后等您晚上睡觉给手机充电，连上 WiFi 的时候，它就悄悄地把这个小本本打包寄回苹果公司或者谷歌公司去了。咱们是花钱买手机来用的消费者，可不是他们公司招聘的免费产品体验员啊。咱们自己的使用习惯是咱们的隐私，凭什么白白送给他们做研究？所以这个爱打小报告的内鬼功能，咱们必须给它断掉。用安卓手机的朋友，请跟我这样做。咱们还是回到手机的设置里，这次请您找找安全与隐私或者隐私保护这类选项，点进去。进去之后，再找找有没有更多隐私设置或者其他隐私设置之类的字眼。不同品牌的手机名字可能不太一样，但核心词肯定是隐私。点进去之后，您就能看到像发送诊断数据、加入用户体验改进计划或者个性化服务推荐这样的选项了。通常它们都是默认打开的，您别客气，找到它们一个一个关掉。用苹果 iPhone 的朋友看这边，咱们同样回到设置里的隐私与安全性。这次请您直接用手把屏幕往上滑，一直滑到页面的最底下，您会看到一个叫做分析与改进的选项，点进去您可能会有点惊讶，里面有一长串的开关，什么共享 iPhone 分析、改进 Siri 与听写、改进安全防护等等。我的建议是不用多想，把这一长串的开关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全部给它关掉，变成灰色。您放100个心，关掉这些东西，您手机该打电话照样打，该上网照样上，拍照听歌一样不差，但是您却成功的堵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泄露您使用习惯的管道，让您的手机变得更沉默、更本分，不再是个多嘴多舌的话痨了。再来的3招，管好手机的眼睛、耳朵和腿脚，不是哪个软件都能随便使唤。咱们处理完了身份证，也摁住了打小报告的功能。接下来这第3步，跟咱们的日常生活贴得最近，咱们得好好查一查手机里那些五花八门的软件，到底谁有资格动用您手机的眼睛就是摄像头，耳朵就是麦克风和腿脚就是定位功能。这就好比咱们自己家，不是每个房间都欢迎客人随便进的，对吧？客厅、餐厅，客人来了坐坐聊聊，没问题，但您的卧室、书房，这些比较私密的地方，总不能让陌生人推门就进，东看西看吧。手机上的软件也是同样的道理。咱们在安装一个新软件的时候，图省事，经常它弹出一个请求权限的窗口，咱们看都不看就点允许同意，结果呢，就造成了很多权力泛滥的情况。我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下载一个教您做菜的食谱软件，它需要联网权限去更新菜谱，这很合理。可如果它同时问您要读取通讯录的权限，这就非常可疑了。一个教做菜的软件要您所有亲戚朋友的电话号码干嘛？他想干啥？这说不通啊。所以咱们得定期给手机做一次大扫除，把那些不该给的权限统统收回来。不管您用的是安卓还是苹果，方法都差不多。请您找到设置里面的隐私或者权限管理这个选项，进去之后，我教您一个省劲儿的办法，别一个一个软件去查，那样太累。咱们反过来，从权限的种类入手去查。您先点开麦克风权限，系统就会列出一长串所有正在使用您手机耳朵的软件名单，您挨个儿看。比如地图导航软件需要麦克风，这能理解，因为它要听您说目的地嘛。但如果一个纯粹修照片的软件，或者一个单纯把手电筒打开的软件，它也列在里面，要求能用您的麦克风，那您就得打个问号了，它要听什么？这非常可疑，请您立刻找到它，把它的麦克风权限关掉。接着您退回上一页，再点开相机权限，用同样的方法检查所有正在使用您眼睛的软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点开位置或者定位服务权限，看看谁有资格知道您此时此刻在哪儿。比如说天气软件，它需要知道您的大概位置，好给您报当地的天气，这合理。但如果一个纯粹用来算账的计算器软件也出现在名单里，想要知道您的位置，这就完全没道理了，必须关掉。这个权限大检查的动作，我建议咱们每隔2-3个月就做一次，因为咱们时不时会下载新软件，一不留神权限就又给出去了。养成这个定期检查的好习惯，才能确保您手机的眼睛、耳朵和腿脚永远只听您一个人的使唤，不会被别的软件偷偷利用。最后一个动作是关键中的关键，把家里最危险的数字机密彻底销毁，不留后患。讲到这儿，咱们今天最重要的几个设置就差不多完成了。但这最后一步不是设定，而是一个大扫除和销毁证据的动作。咱们得来清理一下手机相册里2种最危险的东西。第一种
是藏在每张照片里的您家地址。这是很多人，包括不少年轻人都会忽略的致命漏洞。现在的手机相机特别聪明，在您按下快门咔嚓一声拍照的时候，它会自动把您当时所在的精确位置信息，也就是 GPS 的经纬度坐标，像水印一样悄悄写进照片的电子文件里。这有多可怕？您可能只是在家庭群里分享一张在家里阳台上拍的刚开的花，或者是一张晚餐时做的红烧肉，您觉得就是分享生活，其乐融融。可万一这个群里有别有用心的人，或者这张图被转发出去了，懂技术的人只要把这张照片下载到电脑上，用专门的软件一看，就能精确的知道您家的 GPS 坐标，再一换算，就能定位到您住在哪个小区、哪栋楼，甚至哪一层。这简直就等于举着个大喇叭向全世界广播，看，我就住这儿。您说这还了得？所以咱们必须马上做2件事。第一，预防未来的照骗。现在就打开您的相机软件，找到相机设置，通常是个齿轮图标，在里面仔细找找地理位置标签、保存位置信息或者记录 GPS 信息这类选项，找到就立刻把它关掉，这样以后拍的所有新照片就不会再自带地址水印了。第二，补救过去的照片。对于手机里已经存的旧照片，您可以点开单张照片，在详细信息或者更多选项里找到移除位置信息的功能。如果照片太多，处理不过来，有个最简单的土办法，以后凡是准备发给别人，特别是家里环境的照片，您尽量别发原图，改用截屏的方式发。截屏下来的图片是不会包含那些敏感的位置信息的。第二种要清理的是您的证件翻拍照。我知道，为了方便，很多人手机里多多少少都存过身份证、驾驶证、医保卡，甚至银行卡的正反面照片。各位老朋友，这些东西在诈骗分子眼里，那简直就是闪着金光的宝藏，是他们最梦寐以求的目标。但很多人不知道一个关键，您在相册里直接点删除，那张照片其实并没有真的消失，它只是被挪到了一个叫做最近删除或者回收站的隐藏文件夹里，通常还会保留30天。这就好比您把重要文件扔进了废纸篓，但没倒掉。所以，对于这种涉及身家性命的个人证件照，咱们必须做到彻底粉碎，连纸屑都不能留。正确的销毁步骤是：第一步，去手机相册里把这些证件照全部找出来，一张一张点删除。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绝对不能忘的一步，立刻去相册里找到那个叫最近删除或回收站的专辑文件夹，点进去，您会看到刚才删掉的那些照片还好好的躺在那儿呢。这时候您要把它们再选中一次，然后按下那个醒目的永久删除或者彻底删除按钮。记住，一定要做完这第二步，看到系统提示已永久删除才算真的安全。这就好像咱们处理机密的纸质文件，不能只是揉成一团扔垃圾桶，一定要用碎纸机把它搅得粉碎，才不会有被有心人捡回去拼凑复原的风险。好了，各位我最敬爱的在岁月安心站相聚的老朋友们，今天这场关于手机隐私的安全大巡检，咱们就一步一步走完了。从销毁数字身份证，到堵住打小报告的功能，再到管理好各个软件的权限，最后彻底清理掉危险的隐私痕迹。这4个护身法宝一样的步骤，您都记在心里了吗？其实啊，走完这一圈，您会发现，保护数字隐私并不复杂，它需要我们保持一份生活的警觉和学习的勇气。我们这代人拥有丰富的人生智慧，如今只是再多学一项防身技能，做一个明白、清醒、不被科技牵着走的智慧使用者。请记住，手机再智能也只是工具，我们才是它的主人。不要害怕它，也不要盲目信赖它。从今天这4项设置开始，让我们挺直腰杆，安心享受科技便利，同时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安全。如果您已经跟着我张明远一步一步完成了这些设置，那我特别想邀请您，就在咱们岁月安心站今天的节目下面那个留言区里，郑重的为自己写下一句：我的手机，我做主。咱们互相看看，互相鼓鼓劲，一起为咱们自己能把隐私握在手里的这份踏实加油，喝个彩。如果您觉得今天咱们聊的这些内容对您自个儿、对家里的老伴儿、对在外打拼的儿女有帮助，那请您一定高抬贵手，给节目点个赞。更重要的是，请您一定把今天这些方法分享给您心里头惦记着的亲朋好友。您的一次分享，一句提醒，可能就能帮一位老朋友堵上隐私的漏洞，避开一个诈骗的陷阱。也别忘了关注咱们的岁月安心站，把旁边那个小铃铛图标点开。咱们这群老朋友在这个站里就是要互相搀扶着，把晚年的日子过得既跟得上时代，又守得住安稳。
大家都保重身体，咱们下期节目再会。